那你最一开始把工厂迁移出来中国，有没有就是最终的一个决定，让你觉得说不移不行的？不想被绑手绑脚，因为那边的会受到很多的牵制吗？其实政府推所谓的 ESG， 人民不在乎。我讲实话，因为环保材质卖得更贵，人民是不会去接受这个道理。他不会因为你环保而跟你买，而这从来不是议题，从来是价格战。很多设计师会想出很奇怪的图案，变成我要先填容、拍平，再车缝，就会造成什么问题？漏毛啊，不是厂牌的问题，也不是布的问题，是制成的问题。好，那我刚刚也听到，就是你有提到是在我们工厂端这边，其实你曾经有导入过就是多项的那个不同的管理方式。那我也想要询问一下，就是我们目前啊，在比如说像智慧制造啊、数位转型的这一块，在跟生产有关的数位化这一块，我们目前是怎么样子的布局？目前我们的产线，如果是以台湾的产线来讲，当然就是基本的流水线管理嘛，就是我到哪个工位，我要扫衣服到哪里扫 QR code，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。如果比较大型的产线，像不在台湾的产线，对，它用 RFID 去做一个产线的规模，哪里堆积过多的东西，我们会做了解，这边方面去做一个管理。是。那像这种就是条码化或者是 RFID 的这些工具啊，你大概是在多少年前的时候去导入到产线的？我应该算蛮早的。对，因为听你这样讲起来，感觉是应该在可能10几年前就有了解到运用这些技术了。我可以这么讲，现在台湾大学在读的 RFID 的那个作者是我同学。对，一个芬兰人。对，台湾现在大学里面的教科书有一个芬兰人，叫 F 什么开头，我们不讲全名，因为他不一定授权。一个 F 开头，胖胖的，有胡子的，跟我一样大，大概现在40几岁。那一个是全球第一个导入 RFID 商店的人。商店对，把它商用化这样子。对，他是把它LV 在芬兰的就是用它的软体。对，非常厉害。我这边的技术也是由他的指导去做一个改善的。是。对，那时候他本来没有布局亚洲。我早期是跟他在中国和香港做的第一次配合。是。对，也不用钱，反正同学吃饭嘛。刚好那时候 RFID 镜片贵。大概是在几年的时候？1998。非常的早啊。对，在2000年以前的事情。对。哇。没有，是08来讲错。2008年。1998我刚毕业，还在读书哎。我想说吓一跳，我想说你应该年纪没这么大吧？也算在台湾赚早期。对，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出书，他那时候只有论文。那时候台湾这边的大学才刚使用他的论文。是。对。我们也有客人有使用 RFID 的管理，不过他那时候也大概在差不多是在2012年左右，我才开始进行导入的。我们2012年已经全部中国厂，如果以中国来讲，已经全部使用。中国厂全部使用，中国、越南两边都全部使用，非常厉害。那我们中国跟越南这边大概目前还有多少间的工厂？中国目前已经，因为我个人这一代，我比较支持的是台湾制造、台湾原料。是。中国目前所有的产线已经移去越南。我在这一次的风波，在疫情前就移过去了，尽量让我的客人都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做制作。是。我当然会损失一些中国客人，比如361中国 K-PA， 还有中国的李宁，这些客人当然就失去了。是。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失去了，但是他们后来还是会回来，因为我的产线更稳定嘛。对。中国最主要是一方面减少做工厂是，其实有很多因素，但是和政治没有关系。和政治没有关系。对，因为我们是在这一波政治因素之前就移走，所以和政治关系不大。那你最一开始把工厂迁移出来中国，有没有就是最终的一个决定，很重要的一个时机点，让你觉得说不移不行的，大概是什么样的那个原因？不想被绑手绑脚。我不想被绑手绑脚。对。因为那边的会受到很多的牵制吗？
说不不讲政治的话也很难哦。多多少少多多少少会啦，有好就有坏啦。但是会想牵出来，原因是讲白了都是以成本考量。服装业永远是走在最落后的地方，因为我们任何的3C 产业，它不是人工密集产业。对，像我一条生产线要上百人、50人，甚至上千人，一个工厂甚至上千人。是。好，你说，但是听起来这好像没有什么，但是你看不到一个车技厂，一个厂是好几千人，但是他们是一个厂，很大的一个厂。对，你讲的是几公顷。然后我们讲的是一间小小的厂房，拥有一条产线叫58个，就是办公桌和办公桌的距离概念来讲，他们可能要一整排就一个人在顾，但我们一整排就50-60个人，因为我这个人只缝手背，下一个人只把它接起来，这是一个概念，是，就是说服装是一个很劳工密集度的产业，到现在它也没有任何自动化设备，也很难啊，有稍微好一点的，比如自动纽扣机，那你还是要一个人顾3台啊。对，不可能说一个人顾10台啊。你可能可以某一些部位让它自动化。是，没错啊，比如像羽绒衣会有很多缝格，这一块已经可以自动化。那自动化的底下会变成是说，像我们以前的羽绒衣是先缝好再填笼，那自动化的底下就很多工厂会偷懒，或者是很多设计师会想出很奇怪的图案。没错，来变成我要先填笼、拍平，再车缝，就会造成什么问题？漏毛。羽绒衣我们有时候看缝线会漏毛，会，不是厂牌的问题，也不是布的问题，是制成的问题。因为它的设计师用出来的线，对，根本细到或者是扭曲到，你没有办法去做填充羽绒事后填充，因为先冲好。把它铺平，然后再去做缝线，来针嘛，针线上去下去起来，就会把羽绒勾起来。用先做好的羽绒，不是那种什么羽丝绒啊、羽梗啊，是真的用什么我们业界讲的90%、90%的绒、10%的杂质羽毛、10%的羽毛、90%的鹅绒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把鹅绒勾起来，一定会。对啊。当然我们也有这种衣服，为了省成本，但客数问题就来了，那我们才会漏毛。对啊，为什么它会漏毛？很简单，为了省成本。为了快。原来如此。我们今年有一款也是想说因为那时候疫情，有一款比较薄轻薄羽绒，也是会有遇到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后来也决议不要再这么做，因为毕竟我们是以工艺和机能为主的品牌，我们才觉得那以后不要用这种做法，改回去以前的做法。改回去以前的做法就是成本提高，对，变成我不能完全自动化。是，我在填充这一块变成我没办法自动化，都会有牵扯啦。对啊。我们最好是填完嘛，拍一拍，咚，你就一直这样轮，一个人可以雇6台机器。对啊，好像不行，一定会有所取舍啊。但是我觉得换来的就是会是一个比较高品质的产品出现。对，但是未来毕竟趋势还是要自动化，那怎么自动化可能就去思考。对，毕竟服装产业上目前你也买不到机器啊。是啊，台湾连一台都没出嘛。对啊，所以你买的都是日本、德国、中国的。没错。德国的买不起，日本的维修麻烦，所以一般的选择都是我们现在最不想提的中国。在服装这一块比较基础工业、夕阳工业产业下，并没有人去做开发。对，现在台湾开发的都是高科技产业。对啊，对。高科技产业机器不是台湾做的，是 ASML 嘛？对啊，也是别国做的。对，所以说至于服装怎么自动化，我是觉得等机器人出来，把人工再替成机器人比较快。反正那些机器一样是车缝机。对，那你应该很难去完全自动化了。很难。对。不过我还是有看到，就是你有尝试，就是在这边多导入一些系统化的操作，不管是在自动化或者是在数据的自动采集这一块，我觉得你这边也算都布局的很早，是一个很难得看到的地方。毕竟是本科系啊。对，真的。而且你仔细看我们办公桌上，它其实是没有电话机的。真的。我们在3年前就已经把电话机取消了。3年前。对。很难得。那时候台湾应该还没上线。对，就是所谓的我们用手机当分机，而且我们会设定6点以后
下班后，员工下班自己设定手机按他几点下班，对，他只要一打卡，他手机就接不到了。哦，那他隔天上班打卡，他才会再接电话。是，对，客人可以给他留言或传讯息给他，他都是看不到的。哦，对，我们员工没有意愿下，我们是不鼓励员工跟客户交换赖的。对啊，我觉得赖这个东西真的是，因为现在赖已经变成他的隐私了。没错没错。像我也没有员工的赖，是。但员工用我的赖，我的赖是公开的。对，因为其实找我也不难嘛，IG 出来上找我就好了，用喊的也可以嘛。是。对，我们公司的系统是只要一打卡，员工就接不到讯息了。哦，所以工作就接不到，除非他自己愿意跟客人交换。对，那我们当然管不了，他可能跟个客户不错。那这一块真的是非常厉害，因为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已经开始把这个实体电话取消掉，然后让手机当分机，然后甚至配合我们员工上下班打卡的时间，让自己的手机可以就是不会受到客户电话讯息或者是来电的干扰。这个部分真的是目前我这样就是聊下来，我觉得哇，这个真的是创举，很多东西国外长大有关系，真的都因为走在蛮前面。国外在11岁的时候就接受西方教育，是他们真的是下班很讨厌接到客人电话，没错，甚至不接，直接关机。他们下班就真的是下班。下班就是因为人生有1/3在工作，对啊， 1/3在睡觉。是你真的陪家人的时间可能不到1/3。你像最大遇到的问题，你回家小孩已经不在，小孩可能还在学校，要不然就老公可能还在上班。对啊，所以你其实陪家人的时间不到1/3，很短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再把下班时间去打扰人家？对，你作为老板，那是你老板的问题嘛？你老板24小时工作是你老板的事情，是，但是你不能要求员工对你做一样的事情。没错没错。他毕竟他们领着薪水，你老板他本身不属于薪资，他不属于薪资的公司的利润都是你们家族在分的。对，员工没有拿你的薪水，他根本做这种事情。对我来讲很简单，员工回家就回家，甚至我有经营2代、3代，你们也要把自己的时间。其实疫情这几年，你看到说心理疾病，我全部都有，PTSD 啊、恐慌症、躁郁症、忧郁症，你想得到心理疾病，我现在都还在吃药。但是我也是现在才开始在学习，下班就要下班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对身心灵你比较健康。对啊，对啊。不要接班很累，没有错。不管接不接班，创业很累，接班也很累。对。但是大家一定要去记得，把自己的时间空出来。不要像我生病了，我咨询了已经快2年了，心理咨商才理解这个道理。但这种病一得，不是你1-2天就会好的。对啊，这也是要花很多的时间，因为你花多久的时间去造成这个结果，你就可能又要花很多的时间去修复。有些病是因为工作压力，有些病是因为家族因素，都有。是，但是问题是这都不是借口，但是你就记得把时间留给自己，一定至少每一天排个1小时运动、2小时运动，这应该不难。我觉得刚好接上这一题，那像比如说像这几年很夯的 ESG 的议题啊。就是您在公司这边 ESG 要怎么照顾环境？环境面对我们来讲，就是我们为什么坚持使用台湾制造？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环境，棉是不是很难回收利用的？其实台湾不产棉，对，台湾1棵棉花都没有，1棵棉花树都没有。可能实验性的，那我们就不讲。量产棉这种东西，台湾一定没有。棉怎么回收再利用？没有这种东西嘛。在照顾环境。其实我们在很早以前就所使用环保材质，你像什么 Google 啊什么在推的塑胶环保材质，我们在很久前就用了。是，好像一些比较不讲求快干排汗的产品上，我们已经用了很大量的环保材质。是，对，保利龙回收的，但这些成本都比较贵。对啊，其实我们也没有讲，也没有任何广告过。因为环保议题其实政府推所谓的 ESG， 人民不在乎。我讲实话，好像还没有到那边。因为环保材质卖得更贵，人民是不会去接受这个道理。因为我们已经用环保材质用了10年了，是，我的成本比人家也贵，对，但是人家只看你的东西多少钱，不要买。他不会因为你环保而跟你买，这从来不是议题。从来是价格战，
民生在服装用品比较在难服装这方面是是这样没有错，但是我们还是有坚持，为什么要台湾制造？因为台湾有属于全世界最好的环保布料。是台湾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环保布料，再来是台湾的聚酯纤维的布料，也是全球数一数二。所谓聚酯纤维就是科技布料，吸湿快干，保暖材料也是全世界前几名。但很多布料我们讲到的美军研发的，对，美军研发的这块布料，但制作上是台湾。在台湾制作，就我们所谓的 PowerTech、PowerDry， 它很多其实是在台湾制作的，拿去美国认证再回来买那个，因为都专利在别人手上嘛。对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只负责做代工。对，再来是所谓的 Gore-Tex， 我们这样衣服最常听到冬天防水 Gore-Tex， 是没错。这个东西是在台湾制作的，但是日本、德国、欧美、美国研发的，这个技术在桃园，专利在别人手上，在那边的。那其实人家桃园厂也有做自己的 Gore-Tex， 只是一层薄薄的膜和胶水，是粘在布上面，让它变成防水。这个东西现在技术 Gore-Tex 的技术在1年前还是2年前，它的专利权已经没有了，所以这技术在台湾已经有人用了，是我们就有用，但是我们没有挂 Gore-Tex， 因为 Gore-Tex 它必须要挂它的名字，要付专利权给他对所以算了，我也不想去争这个市场，我也争不赢啊。但是我们乖乖做好自己的品牌，而且在这几年疫情过后，其实可用资金没有那么多，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。不用强调我要用 Gore-Tex， 因为 Gore-Tex 所以要求你每年要成长对，我做不到。我们能够好好的活着就不容易。Gore-Tex 的代理商不在台湾，在香港。在香港。对，是。其实我们也很熟，因为我们亲戚就有 Gore-Tex 厂。我的堂哥有个堂哥，他家就是专业的全球的 Gore-Tex 厂。对，因为我们是家族企业，是，所以我们是从原料到工厂到制衣，都是我们自己。是，布料除外但是羽绒原料羽绒呢都是我们自己的家族。对，之前我看别的 YouTube 的影片，应该有稍微我有出现过，是介绍不同东西的。所以说，在整个产业链，我们都非常的熟悉。至于他们在做什么，大家做什么，我们有时候也不太想去批评。对，但是我们对于 ESG 这个东西，就是做好我们自己。是，环保我们用，那我们不讲。那讲了没有用，讲的好像衍生其他问题。原来是这样。讲了会东西干不干净，有没有细菌？台湾人更在乎这个不在乎你环不环保。你知道环保要一块保特瓶，你喝过保特瓶，要到布料中间要经过多少步骤吗？要先剪切、消毒、磨成粉末，再织成布料，弄成纱，再织成布料，怎么可能会有细菌？你要弄成纱是几百度的高温嘛？当然这我们懒得去解释。环保扣、环保纽扣、环保拉链，像日本 YKK 就有出很多，我们的外链统一使用YKK，所以就是说，在很多东西我们要求要使用环保的材质去做重复利用，但也不可能到100%啦。那目前可能保持在40-50%左右，是使用环保材质。当然，如果要一口气全部改成环保材质，成本压力也过高，因为环保不等于便宜。没错。再利用反而是更贵的。没错。我不如买新的。对，但是这是一个企业责任。对啊，没错。其实这个部分后续其实就是，我觉得 ESG 其实它背后比较深层的意义是来自于说，企业可能有一点能力之后，开始需要去回馈到社会，回馈到环境。就整个 ESG 就是在讲环保、社会和企业管理嘛。对啊。那整体的环保E嘛，就是要怎么样把自动化，怎么样云端化，减少把整个包含从系统到你的产品，减少它的电能用量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，对环境的影响。像我们平常每到几度，我们是不吹冷气，没有客人的情况下。对啊，我刚好发现一进来，其实照理说你是你们进来我才开的。对啊，因为今天是外面温度大概33度，超过34度。对啊，一进来发现竟然没有开冷气。对，包含从玻璃啊、窗帘上去做一个所谓的采光也很好，但是我们玻璃其实都有涂比较隔热材质油漆。有我感觉到，就是虽然感觉很明亮，但是并不会感到非常的闷热，而且反而是有点通风的。对，竟然有一些自然风的感觉。对。所以从整个建筑上，其实也都有考虑到这一环的。
建筑的时候没有，是后来因为这栋房子20年了，不可能那时候有环保材质，对，是后来就慢慢改善。都是后期在改善。对，就是慢慢的一年一步一步的改善。了解。对，疫情后这几年我承认我没有动，因为没钱。确实，因为我也很常跟我们的观众去宣导说，其实 ESG 这件事情不是你现在立刻马上要做的，而是当你真的就是手头上稍微比较宽裕一点之后，我们想办法多多来回馈一下社会，回馈一下环境。但如果你是对电工、对弱电很熟悉的，你可以从你的灯光，像我们这里比较稍微大，停车场的所有灯都是太阳能，是，可以用自己装太阳能板，对啊，牵个线不难，对啊，用太阳能去做，因为其实你晚上需要灯的时间大概2、3个小时，员工出入需要灯的安全，对，其实只要2、3小时，随便一个太阳能板都做得到。是啊，那这一块我们尽量就是用太阳能去做解决，就一些小部分先去做改善。了解，对啊，我觉得今天很开心，就是跟 Jason 这边做一些算是比较深度的交流。从跟他的对谈当中，其实我发现到很多地方，你不会想说就是急就章或者是一步要求到位，而是透过观察、了解之后，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去改善。那我觉得，今天就是Jason这边很多的做法，我觉得应该都有机会去帮助到正在收看我们影片的工厂的第2代或第3代，甚至你现在如果你也是已经是业主，或是说你自己出来创业，那我觉得今天的访谈内容呢，应该有很多可以提供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参考的地方。到这边，我们的制造新脉动就告一个段落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，请帮我们按赞，然后还有订阅一下，然后呢，也可以就是帮我们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这边底下呢，关于 Jason 这边有经营的那个Trade 的 ID， 然后还有 IG， 还有 IG ID 那记得都帮我们追踪起来哦。那这边呢，后续如果有对于制造新脉动对于比如说工厂2、3代访谈有什么样的想法，或是你自己就想要接受我们的访谈，请在我们留言底下留言起来，那我们就会请小编跟你联络哦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边喽，拜拜，拜拜。